华为一发布这个手机，你看到有2家公司必死无疑，一个是高通，一个是苹果。这2天股票都在狂跌，所以美国的产业已经空心化。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我是公子沈。刚才那位老头，他的一句话震惊了所有人：华为新手机一出，苹果、高通都要倒闭。他说出这种话来啊，这么无知无畏的话，真的让我们觉得你到底出没出过国？你去没去过苹果、高通的厂子？你用没用过苹果手机啊？我们都极度怀疑。就是他关在自己的家里头，凭想象就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可是他这个结论还讲给所有人听，通过官方媒体北京电视台的节目，然后他又是一个所谓的什么北京邮电大学的教授。中国教授，中国的媒体人如果都是这样的水平，那我们就放心了。就看到他们讲这种话，真的觉得井底之蛙。那他们是坏呀，还是蠢呢？还是又蠢又坏呢？他蠢是肯定的，但是你说从他角度来讲，他讲出这种蠢话来，但是他得意啊，他可以上媒体，可以拿通告费啊。所以说，你说他蠢吗？他也不蠢啊。你说他坏吗？我不知道他是真坏假坏啊，也可能他说这个话来，他真的相信，这也没准。千万不要高估这些人的知识水平，还有认知和视野。哪怕他们是所谓顶着教授的名头，在中国，你想混个一官半职，或者是想获得一个很响亮的 title， 这不是需要你有真才实学。OK， 在中国有太多的方式可以获得了。如果你有钱，你有关系，现在中国互联网都是充斥着这些人，讲这些非常无脑、非常没有常识的话，但是很受用，中国人就接受，就觉得听起来开心就够了。但是是不是事实，符合不符合大趋势，对他们来讲不重要，他们就寻一个开心。毕竟在生活当中，开心的事儿太少了，处处压抑，所以他们需要被打鸡血，需要讲厉害了我的国，需要看到西方世界的没落，这样他们才能取得心理平衡。每次你要展示我们不在乎中国怎么想，我们该怎么做怎么做，我们生活还非常好，非常开心，我们在享受自由民主司法独立的体制，你每次一说这个话，他们就破防，甚至连零元购这种事情拿出来讲，来证明美帝国主义者正在走向穷途末路。虽然这个话听起来非常的耳熟，半个世纪以前在中国的大街小巷就有这样的标语，这些标语当中还有超英赶美呢。结果我们看到了，中国不仅没有超英赶美这个还造成了巨大的人道灾难，不管是大跃进，还是文化大革命，还是后来的8964，到现在终于说我们现在成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不好意思，中国人呢，看看人均 GDP， 看在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当中中国的排名，这你就知道了，中国这改革开放和从1949年一直到今天70多年，这个成就在世界上到底是不是能够排得上名次。总之这些道理普通中国人是不会去了解，也不屑于去了解的。他们只愿意活在自己的那个小世界里，看看党媒央媒，让官方洗脑机器给他们每天洗一次脑，自然他们就生活很幸福了。但是不管在中国还是在海外，仍然有这么一群人，就是各位观众，还是想知道大千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不想被这个体制所蒙蔽，也不想失去独立思考能力，所以说大家才来看我们这样的节目。最新的一条消息就是恒大的老板许家印已经被警方逮捕。那这个消息是最早由彭博社报道的。彭博社说，在9月初，许家印已经被中国警方带走，并且限制他只能在特定住所活动，随时遭到监视，而且许家印无法随意外出，也不能与外界联络。他身边的人也向媒体表示说，他已经很多天联系不上许家印了。而且除了许家印本人以外，还有恒大的其他的高管也都纷纷的失踪，其中包括恒大前董事局副主席、总裁夏海军，恒大前执行董事、首席财务官潘大荣。同样被带走的还有许家印的二儿子许腾鹤。那么在这个消息爆出来之后，恒大系所有企业的股票暴跌，中国恒大跌幅 18%， 恒大汽车跌幅 20%， 恒大物业跌幅超过 14%。 就在恒大暴跌的第2天，恒大正式宣布在香港交易所全面暂停交易。那么当然你要解释一下为什么停牌，你暴跌了就停牌吗？看来彭博社的报道是准确的。中国恒大这个停牌的通知当中就专门提到了，说已经接到有关部门通知，董事会主席许家印因涉嫌违法犯罪，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中国恒大等于是确认了彭博社的报道，许家印确实被警方带走，而且还被戴上了手铐。许家印过去有多么风光，我们也知道，他涉足了很多的产业，不光是金融房地产，
还包括什么矿泉水、汽车、足球等等等等。许家印曾经是亚洲第2大富豪，同时他还是拥有30多年的老党员了，并且还有不少官职，包括中国企业联合会的副会长，还有中国房地产协会的副会长等等等等。他在2017年登顶中国首富，在2018年的时候就担任了政协常委。他参加两会的时候，身上穿戴的是爱马仕的皮带，结果被网友安了一个外号叫皮带哥。我记得马未都曾经讲过跟许家印见面的经历，当时把马未都给震撼到了。就是这个大佬出场的时候，身上肩膀一抖，这个风衣就下来了，然后底下立刻就有人接住。另外他手这么一伸，立刻就有人把这个雪茄放在他2手指中间。而且我记得有一个明星还讲过一个事儿，就是跟这个许家印见面聊天的时候他就吹嘘说，不管中国有什么这冰冰那冰冰这些明星大腕不管什么冰冰，一个电话就可以立即叫他来到我们面前。那你觉得说有钱就能做到吗？不一定吧。不光是有钱，他还得有权。光有钱不行，你还得有权。或者说当你有了钱，你就想办法要拥有权利。你有了权利自然钱就来了，这才是中国的现实。所以说许家印他因为是有钱，同时又有权，跟一些红2代、红3代太子党这些人混在一起，所以说他才所向披靡。他需要这些人拥有权力来帮助他。那么网上有传言说跟他关系最密切的党内的大佬就是曾庆红。之前不是还传出曾庆红对习近平的执政有微词吗？现在好了，他的一个白手套马仔落网了。我们当然不会知道许家印和曾庆红家族，当然还有其他一些什么常委的家族有哪些政商关系这些生意合同的东西，想必中纪委都会掌握在案。但问题在于，我们能够从一些蛛丝马迹上看到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以说纸是包不住火的。那么据澳洲媒体就报道过，说在2015年初，许家印把他在澳洲的豪宅借给了曾庆红的儿子曾伟开 party。当时曾伟在澳洲买下了第3贵的豪宅，然后推倒重建，这个事情也上了澳洲很多媒体的头条。恒大背后除了曾庆红家族以外，还有一个就是贾庆林家族。曾庆红、贾庆林他们都是江泽民时代的元老。沈栋在红色赌盘当中就记录了一个事儿，是在2011年，许家印当时陪同贾庆林的女儿贾强和女婿李伯坛到欧洲狂欢。他们乘坐私人飞机，在飞机上还玩斗地主来消遣。到了巴黎之后，去皇宫后花园的米其林3星餐厅利朵烟就餐，甚至许家印还豪掷了10万美金，在现场来了一次红酒的狂欢，从1900年的窖藏一直喝到1990年。在法国蔚蓝酒岸游玩的时候，许家印还萌生了一个念头，要从一个香港大亨手中要购入一艘叫价1亿美元的游艇。我们必须要承认许家印确实有过人之处他从小就是贫寒出身，靠着国家资助才读完了大学，所以他是等于真的白手起家，最后打下了一片江山。但是他跟之前出事的李佳琦一样，就是忘记了自己的出身，忘记了过去他所经历过的。当你走上了人生之巅的时候，你更应该去一日三省吾身更要小心谨慎，步履薄冰。但是他觉得自己已经家财万贯，官运亨通，但是殊不知就这个时候才可能给他招来祸端。所以说这就是他跟李嘉诚之间的差距所在。李嘉诚也是搞房地产的，但是为什么他能够全身而退，但是许家印不能呢？这中间还夹着一个马云。所以我在这儿开句玩笑就是许家印跟李嘉诚之间的差距差着10个马云。就是马云他至少也基本上能够全身而退，虽然他没有搞房地产，是搞互联网的，相对来说可能好一点但是从这儿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互联网大佬们现在一个一个也被收拾，房地产大佬们一个一个也被收拾。当时政府多么的注重房地产和互联网，对不对？房地产可是地方政府的收入的主要来源，整个中国房地产被炒起来就是政府给炒起来的。政府对这些企业无度的去资助扶持，然后让他们不停的拿地，同时还有一个就是让银行给他们放贷。如果银行不给他们放贷，在放贷的时候比较谨慎的话，有各种各样的规章制度限制的话，那么这些企业也不可能扩张到这个程度，不可能负债率超过80%、90%，就是因为这个泡沫是大家一起吹起来的。但是现在结果是政府卸磨杀驴，现在房地产不好意思，我们不要炒了，有风险了。这风险难道不是你们造成的吗？但是现在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了房地产商。当然你不能说房地产商没有责任他过去跟政府一起去炒房，把房价炒得这么高，他当然也有责任。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你应该知道什么时候收手，你应该知道你这么继续做下去的话是有巨大风险的。但是他们以为这个风险可以政府帮他们去兜底，但实际上最后怎么样呢？看到这个许家印的下场就明白了什么叫做狡兔死走狗烹。还有互联网，刚才我说的也是一样的，现在注重的是什么？注重是制造业啊，现在又重新注重制造业了。为什么？不就是因为制造业的产业正在从中国转移出去，中国要进行产业升级，必须要生产高新技术的中国制造产品。那么这个时候，像华为这种企业就正好得势了，因为正好赶上这个趋势。但是其他的企业是以前曾经风光过的，我相信在过去，别说10年前了，5年前可能很多人愿意进房地产行业，都不会愿意进这个华为这种工厂。首先，制造业是有技术门槛的，特别是产业升级之后的，不是那种廉价劳动力。我说的不是像服装、玩具这种劳动密集型产业，我说的就是高科技制造，这需要门槛。但是房地产、金融这些东西门槛其实很低的，基本就是社交凭关系。你只要攀上了一个手里有权力的人，他一个批文，你就可以赚得盆满钵满。但是现在时代不同了，这些产业已经玩不下去了，毕竟韭菜不够割了。中国老龄化越来越严重，谁有那么多钱去买那么多房子呢？这种情况下，中国出现这么多的所谓的鬼城啊，未来我们也会专门做一个片子来讲。中国共产党政府为了维持它的体制稳定，它就需要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把这些人当作利用的对象，利用完了就把你抛弃，甚至把你当作最大的韭菜给割掉，然后再寻找下一个韭菜去培育。华为等于是现在他在培育的韭菜，而过去那些互联网大佬、房地产大佬，现在要一个一个收拾他们了。他们背后有太多东西可以收拾了，不光是他们在这个经营过程中的问题，还有就是他们背后那些党国元老及其家族的子女们，在当时的政府去刺激经济、去扶持壮大这些企业的同时，那些高官子女们也都跟着一起获利了，而这些人都已经一个接一个的失去权利。习近平现在打造自己的新团队，那么就需要一个一个把过去的老人都收拾了，不一定真的撕破脸说把你抓起来或怎么样的，可能明面上还是维持一个非常好的关系，但是私下可能已经要求他们把所有挣的钱上交，你拥有的所有政商关系都给我老老实实的跟中纪委交代，这应该是已经在进行过程中了。中纪委什么人不知道，什么事儿不知道。如果中纪委想治许家印的罪，那简直是太轻松不过了。最终我想可能还是以这个商业理由来治许家印啊，那可能不会把他当做一个政治对手来对付。但是通过对许家印的打击，那么等于也是在打击他背后的这些官二代啊，这些共产党高层的既得利益，以此来稳固习近平的地位。同时别忘了，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现在的韭菜不够用了，普通韭菜没了，就要割一割大韭菜，哪怕你背后有政治权力来罩着你，不好意思，那些曾经罩着你的政治权力，他们都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从这也可以看得出，之前说北戴河会议元老们逼宫这种小道消息非常不符合实情。习近平手上谁的黑资料没有？这些元老的家族，他们能够保持住自己现有的待遇福利，就已经很不错了。但我想，随着习近平进一步的集权，进一步的割韭菜，他们过去捞到的一些资本恐怕都要吐出去，可能笑到最后的只有像李嘉诚这种捞了一笔之后赶快润走的人。那么很明显，习近平打的是一套组合拳，除了收拾这些资本大佬以及他背后党内元老以外，还有就是对付现有的他手下的军中大佬们。除了之前清洗了火箭军以外，那么最新的消息，国防部长李尚福被双规之后，那么也连带了一大堆的人现在已经被调查了，包括军委装备部的2名现任副部长夏清月和饶文敏，以及现在中共解放军北海舰队的司令王大中。据香港明报最新的报道说，受这一波调查的将领众多，涉及到了军工行业，包括中航工业、中航科工、中国兵工和南方工业，这些国企的高层人员不少都被带走调查。而且现在也传出已经有了接替国防部长李尚福以及火箭军司令魏凤和的人选了。即将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可能就会讨论这些人事布局，在今年的20届3中全会的时候也会确定到底换上哪些人选啊。不管换上谁，那都必然是习近平最信任的人。我之前说过，在中共这种体制之下，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即使你是政府的香饽饽，你也不知道哪天你可能就会被当作夜壶一脚踢开。好，感谢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或者加入会员来支持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